要说你这师哥当年为了咱们家的菜谱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按他的人性，这事儿他能做得出来。可是向东会跟他爷爷一样吗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向辉的孙子呀，也好不到哪去。可我就不明白，如果向东是照你说的接近小小是为了浑水摸鱼，那他干嘛自己明说他吃过这道百鸟朝凤？这不是暴露自己吗？这不合情理呀！这就是这小子的高明之处。他知道，只要是一踏入我们庄家的门，咱们一定会，把他的来龙去脉查个底儿掉。他既然是顺子酒吧的房东，他明知道，他是向辉孙子的这个事儿根本就瞒不住，所以他索性来个装傻充愣，让咱们以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向辉跟咱们家的恩怨，从而博取同情。老爷子，你不干侦探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感情咱老大那点福尔摩斯基因，都是打您那儿来的。你就说我分析的对不对吧？我不管你分析的对不对，反正你这么粗暴的干涉人家年轻人的事情，我觉得不合适。不合适也得合适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向辉这么多年呐，贼心不死，我必须防患于未然，把一切可能扼杀在摇篮里。这个向东以后再敢迈进我们庄家门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凭什么呀？不让向东进门了，老爷子是不是疯了？不带这么说老家的。哦，对，但是老家也得有老家的样儿啊。你说向东一多好的孩子呀，凭什么不让人来往了呀？你先别急，你先别急啊。老爷子这么说吧，一定有老爷子的道理。哎，小小，你就没问问你爷爷，他为什么这样？啊？哎呀，那我气懵了，我哪顾上问这个呀？你看这孩子，你看你没问呐，那可不行，妈帮你问，现在就去问个清楚。这都几点了？你又犯病是吧？明天问也不迟啊。都这么晚了，真是的，哎呀。这样，明天呢，咱们叫着庄静、凤还有老三，咱一块儿去爸那儿问问爸到底怎么回事，开个家庭会议。这小静跟凤儿都是讲道理的人，小小你放心，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帮。啊，老三就别叫他，还不够他裹乱呢。也是，他都被轰出去了呀，让他回家都不敢回。对，也是，把这茬都给忘了。行，明天一定帮你问个清楚啊。没，这陪爸喝一杯啊，一醉解千愁。行了，你什么呀？小何，今天人到的够齐的，看这架势要开我的批判会。好，批判会开始。爸妈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今儿吧，跟您二老说一声，我和志存呢，我们俩复婚了，昨天登的记。这是大好事儿，恭喜你们！恭喜恭喜！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对啊，哥嫂子，日子定了吗？哎，到时候啊，办这喜宴就在庄家菜馆。改天我拉个单子，让大哥跟大嫂看一看。好，我谢谢大家了，不用，爸妈，我跟慧仙商量了一下，第一呢，我们都这岁数了，第二呢，是复婚就不打算办了，哪天
咱们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，您说成吗？随你的便，哎，只要你们高兴，怎么都成。爷爷，我爸我妈高兴了，我不高兴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就送你俩字：忍着。呀，凭什么我得忍着呀？爷爷，您不能这样啊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搞这些封建、搞霸权，我反对。你要是还想跟那个向东有来往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可是从今往后就永远不要再进这个家的院门，我也没你这个孙女儿。哎，爸，您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啊！小小都这么大了，跟谁交往是他的自由，咱们当老家的没这么管着的吧？就是啊，再说了，向东那个青年挺好的，您干嘛不让他进家门啊？对呀，爸，这事儿就是您不对了。不是，我没反对他们来往啊，我不反对。不过你别忘了，这个院子是我的，我不让他进这个家门，哎，我有这个权利吧？不是爷爷，我就纳闷了，向东他怎么得罪您了？向东没有得罪我，可是他的爷爷向辉得罪了我。他爷爷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爷子，是该让孩子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说说吧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想知道为什么，那我就好好跟你们说说，我到底为什么。你们都好好听着啊。这话得从50多年前说起。哟，三爷，哟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你们家凤前脚刚走，您这后脚就到。哎，怎么着？是漏买什么东西了？他买他的，我买我的，两码事儿。老板，哎，你照这单子啊，给我备齐了。哎呦，三爷，您这要的可都是挺齐的呀。哎，做什么呀？这么讲究？这你甭管，我这人啊就这德行啊，要不然人就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得嘞，我给您备着。当年我执意要娶你们的母亲，可是双方父母强烈反对，我甚至被轰出了家门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的发小就把我介绍给他的恩师，当时赫赫有名的鲁菜大师，国营大餐厅的主厨，也让我走出了宅门，摆脱了像我父亲一样一辈子做人私厨的命运，成了一名国营大餐厅的厨师。这位让我走入新生活的好哥们向辉，就是向东的亲爷爷。哎呦，原来您跟向东的爷爷渊源这么深啊！当年呐，他们哥俩好的恨不得穿一条裤子。向辉见证了我跟你爸爸的情感经历，正是因为向辉把你爸带入师门，才有了你爸今天的成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也是咱们家的恩人。妈，爸，听您二老这么说，
您和向东的爷爷亲如兄弟呀，那后来怎么就反目成仇了呢？那是怪我这个师哥心气儿太高，事事都要拔尖儿，嫉贤妒能。慢慢的呀，我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爸那是祖传的厨艺，加上他勤奋好学，刻苦钻研厨艺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在当时很快就成为他这波同门师兄弟当中的佼佼者，很得他师父林大厨的器重。没过几年，我也就迎来了改变我一生的那次国宴。那次国宴啊，在大会堂的宴会厅招待外国总统，那是最高的规格。哎，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，也就交给了我的师傅，全国顶尖的厨师林大厨。当时我师傅啊，就鼓励我们要推陈出新，要创新菜，哎，为国争光。你爸就拿出了压箱底的祖传绝活——百鸟朝凤，在国宴上技压群雄，一炮而红。当年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在那个年代，劳模那在全中国人心中也就是榜样，就是英雄。那个时候，你爸随着代表团到全国各地去做报告，到处是鲜花和掌声，出尽了风头。后来林大厨呢，到了退休的年龄，你爸被破格提拔，接替林大厨的职位，任命为总厨，真正成为一代名厨。爷爷奶奶，你说您这说这么半天了，那我爷爷跟向东他爷爷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呀？你们听我慢慢的说。所有人都为我高兴啊，只有我这个师哥向辉恨死我了。他认为我获得的这一切应该都是他的，可是没办法呀，我的厨艺就是比他精良，这个争不过，比不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他跑来质问我，说我忘恩负义，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我跟他说，我庄维天不是这样的人呐。可他坚持认为，我之所以厨艺比他强，是因为我们的祖上有慈禧太后的御批的菜谱。他还跟我说，只要你把这个菜谱让我看看，就原谅我。你爸当时就跟他说了，就是把菜谱拿出来给他看，也根本没用。而且当时那个菜谱在你们爷爷手里头，
因为跟我的关系，你爸跟家里闹的关系很僵，你爷爷不可能把菜谱交给你爸，所以也没办法给向辉看。可是我这师哥呀，死活不信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就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我向辉，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师弟，啊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啊，在这行里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庄维天，我恨你一辈子，你记住了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。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就到现在都没出现过。啊？可是，爷爷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害咱们的事儿，让您那么恨他呀？教头啊，我那招牌什么时候做得呀？8点半之前。得嘞，我等你啊。向辉走了没多久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自从跟我结婚以后，你爸这总厨就被罢免了，下放到职工食堂做了一名普通厨师。可我们依然觉得很快乐，大有一种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感觉。关起这院门，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就是你唠老大，过着与世无争、快乐的小日子。那2年我们真的很快乐，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厄运就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有一天，突然闯进了一群红卫兵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有人呐，匿名举报，是奔着咱们家那2个物件来的。小小，当年那个匿名举报我的人，就是已经出走向东的爷爷，我的师哥向辉。因为嫉妒，因为仇恨，在那个年代下，对我们下黑手。你说，我能不恨他吗？人这一生吧，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我们现在就要学会珍惜。那小小的事儿怎么办？嗨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孩子的事儿啊，让他们自己找辙吧。可是，向东他爷爷和咱爸
那恩怨简直太深了，这个结怎么才能解开呢？嘿，真是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明天就回香港，我要去问问我爷爷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呀？你别冲动行不行？小小，这事都过去多少年了？你爷爷对我爷爷积怨那么深，如果是误会的话，必须得化解。我觉得作为晚辈，我们应该做点什么。是，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如果咱们俩真能化解二位老人这段恩怨，那也算做了件好事儿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爸，你怎么没跟慧心在一起啊？我今天想跟您喝顿酒。爸，我敬你。老大呀，是不是有话说呀？
慧心把婚给付了，你高兴，我妈高兴，逍遥更高兴，这全家人啊都高兴。怎么你不高兴啊？全家人都高兴，我也高兴呗。爸，我今年51了，这大半辈子过去了。这工作上吧，混来混去，也就混了个小科长。也就到这儿。生活上呢，结婚、生孩子、离婚，只有复婚，过得也是一塌糊涂，就更别提什么爱情了。有时候啊，我就坐在屋里，我就想，庄志存，你这大半辈子做什么？一事无成，一事无成。爸，你知道吗？当咱们庄家的儿子不易，当咱们庄家的长子更难。咱们北京人的长子，永远是那个受委屈最多、担责任最大、身上担的事儿也是最多的那个。爸，今天我要跟您说，我庄志存作为庄家的长子，我可以拍着胸脯说，我对您二老、对弟弟妹妹、对我女儿问心无愧。这可能是我这大半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儿了。所以说吧，我知足了，知足了。老大，你是好样的。谢谢吧。师傅，还有吃的吗？有啊，我这儿专做宵夜。太好了，我这儿啊饿了，正发愁找不着吃饭的地儿呢。您这儿都有什么吃的呀？别的不做，就做打卤面。打卤面好啊，热乎乎的，多少钱一碗？5块？不会吧？这有点忒便宜了。你想什么呢，大哥？都什么年月了？
我这打卤面1碗50。多少钱？1碗打卤面你卖50块钱，穷疯了吧你？大哥，我这打卤面的配料都是上等的，1碗要您50，我真赚不到什么钱。得，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啊。您慢走，爱吃不吃。你跟志存都说什么了？哎呀，志存这半辈子啊，活得太不容易。老伴儿，你给我生了个好儿子。哼，你才知道，咱们呐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家。像咱们这样的家庭啊，千万。哎，美好的生活呀，就是靠每个家庭的每个人用心、用真情啊，去创造的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多的感慨呀？我今天啊，太高兴了。你今天是说痛快了，终于把闷在心里的事儿啊，都说出来了。你痛快了，可小小那孩子怎么办呢？反正我该说的就都说了，哎，他自个儿看着办吧。他呀，一准找向东去了。老伴儿，你就等着瞧，用不了多久，那个人就得出现在北京城。他会来吗？一准儿的。谢脸了。庄维天的孙女儿。是，爷爷，我今天回家就是想当面问下你，小小爷爷说的那些事儿，是真的吗？向东，你当初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，现在回来就质问你爷爷，太没规矩了吧？你让他说。爷爷，我真不是质问你，我就是想问一下你，那些事究竟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不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你们老一辈人的事，是非对错，你们自己心中自有一杆秤。我们作为小辈，没有资格去评判对错。我就是想问一下您，这件事过去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一丝缓和的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，一点化解的可能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没生气，没生气。来，你喝喝水。哎，这孩子。哎，向东，你别走啊！你让他走。
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以为客人呢。我来看看你啊，这几天连个影儿都没见着，合着上这儿偷偷是开饭馆来了？这不刚开张2天吗？太忙，没来得及请你。别跟我扯淡，你忙什么忙啊？那庆儿都早就跟我说了，面馆都开了3、4天了，一个客人没有，整天的，成锅的卤，成盆的面往外倒着。哎，你这饭馆开的有点意思啊！隔夜的卤，隔夜的面能吃吗？不知道怎么着，这面啊，要想做的高端，该扛就得扛着。就你兜里那俩字儿扛着，扛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能扛多久扛多久呗。再不地，得找个有吃有住的地儿。哎呀，斌子，这点我是服了你了。在你这儿就没有发愁的事儿啊？你就是阿 Q 精神。那我能怎么着啊？我斌子再怂也不至于跳海吧？哥们儿这前半辈子活得算顺利了。你讲啊，福报再大也架不住自个儿作呀。那当然。人呐，只有到了落魄的时候，才能看清自己。这话说得好。这2天晚上我睡不着，我站在这湖边儿，想啊想，想明白了吗？想明白了，没别的办法。人要想活着有尊严、有价值、顶天立地，就得靠自己。你活得苦，活着惨，不赖别人，赖自个儿，赖自个儿了。整天的恨天怨地，找各种借口逃避造成。现在不管城市农村，国家给了好多扶贫政策。我壮比人不傻也不残，壮得跟牛似的，我怎么就不能脱贫致富啊？要想在北京当爷啊，靠耍嘴皮子没用，还得靠干。这面子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只有靠踏踏实实、脚踏实地，靠双手勤劳致富，人家才能打骨子里叫你一声爷。我这脸已经跌在地上了，那我就靠这1碗面把它再捡回来。你这话说的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的。可我就想问你一问题：你凭什么1碗面卖人50啊？凭什么啊？等着。嘞，来了，尝尝。用我教你吃打卤面吗？哎呀，骂谁呢？不就一层面一层卤吗？这我还不懂了。行，算你会吃。
么样？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轻轨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天地越来越觉得你简直就是传奇。是岔海，是岔海，我庆幸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